你有没有这种感觉，想剪辑影片，但是打开软体，完全不知道应该从哪里下手，看了几个教学，还是一头雾水，最后干脆放弃。问题通常不是你，是你用的软体太复杂了。Filmora 15它的逻辑是不一样的，界面直觉，新手第一次打开就能上手，加上内建的 AI 自动字幕，背景移除，杂讯消除，以前要花大量时间做的事情，现在几秒钟就能搞定。这次影片我会带你用最新的 Filmora 15走完完整的新手剪片流程，每个步骤我都会解释为什么要这样做。看完今天这期影片，你就能够剪辑出你的第一支影片。Hello Grayson， 这频道专门拆解 YouTube 流量以及变现逻辑。如果想频道当成事业来做，一定要记得订阅。我也准备了一份高效影片剪辑攻略，你可以透过留言区去免费领取。那你可以透过影片下方链接去进入到 Filmora 的网站里面，无论说你是苹果电脑还是 Windows 电脑，都是能够下载的。你可以呢开始去免费尝试使用一下。这边呢我就打开 Filmora 了，那它其实呢会有很多功能，包括一些 AI 的功能、荧幕录制等等，也可以呢在这上面去切换影片的长宽比。横屏影片它就是16:9的，竖屏影片就是9:16。那你可以点击更多，可以查看到其他的一些影片的长宽比。这边想要去开始去剪辑的话，可以选择这个新专案。那现在呢我进入到了 Filmora 它的剪辑界面里面了。那这边先提一下，你可以看到我的界面它是中文版的，我现在使用的是苹果系统，那它是会根据我的系统的语言进行自动切换的。如果说你是 Windows 电脑，你可以在左上角选择 Wondershare Filmora， 然后选择偏好设定，在通用选项底下呢，它是会有切换语言的设定的，你可以这边去切换界面的语言。那接下来呢，我介绍一下 Filmora 它的剪辑界面。左上角呢是不同的功能区，现在呢是处于媒体区，你可以导入你的影片、你的音频文档或者是图片，或者是呢你可以使用它的 AI 功能文字转影片，又或者是你可以直接开始进行荧幕录影。其他还有素材库、音讯、标题、转场、效果、滤镜、贴图、模板，待会我都会非常详细的展示给大家如何去使用。右边呢它是一个影片的预览区，在这边你可以去预览你的素材或者是你正在剪辑的影片。那右边呢也是一些功能区，待会在你使用一些功能的时候呢，右边会展示出更多详细的功能。那底下呢就是主要的剪辑区了，你把你的素材导入到这边，在这边进行一系列的剪辑操作。那如果说你要去调整你这个项目它的一些参数的话呢，你可以选择档案，在这边选择专案参数设定，这里呢你就可以调整这个专案它的长宽比、解析度、帧数率、色彩空间以及呢采样率。那接下来呢，我们第一步就是导入我们的素材，可以选择这个导入。那当你导入影片素材的时候呢， Filmora 也会建议你是否要创建代理文档。这个代理文档呢，它是为了提高编辑性能，你可以用比较小的代理文档去进行编辑，但是导出的时候呢，还是会以原始的完整品质进行渲染的。那我是建议大家呢去创建代理文档的，能够让你在剪辑的时候呢去避免卡顿。那这边呢你可以看到我就上传了一些影片的素材，包括图片的素材。接下来呢我就可以把我的素材去拖入到剪辑区里面了。我要剪辑的是这个素材，我可以直接拖入。现在呢我就导入了我的素材了。那我们在剪辑的时候，第一步就是要去剪除掉我们在拍摄的时候我们说错的话，或者是我们停顿的部分。我可以先把这轨道去拉宽，这样做的好处呢，就是我可以看到我的音轨波纹。这里给大家一个初剪的小技巧，你可以去看你的音轨波纹进行初剪。比如说我的这一段它是没有音轨波纹的，就代表我在这一段里面是没有说话的，我就可以直接把它删掉。那怎么去删掉呢？我可以挪动这个时间轴，挪到这边做一个起点，然后点击这个剪刀的标志，它的快捷键是 Command 或者是 Ctrl+B。 那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呢，这一段就加入了一个切割点了，然后继续挪动时间轴，在这一段你也可以直接在这个时间轴上面呢去点击这个剪刀的标志，那它呢也会帮助我在这边创建一个切割点，然后我就可以选择这个中间空白的部分，再按住键盘上面的 Delete，
又或者是你可以选择这个垃圾桶标志进行删除。那你可以看到呢，刚才那个空白的部分就被删除掉了。我再做一次，比如说这个中间呢，它是一个空白的区域，我需要去把它删除掉，我就可以把我的时间轴去放到这一个点，然后呢，点击这个剪刀的标志，再挪动这个时间轴到这个点，再选择这个剪刀的标志。那这个时候呢，这个空白部分就被我切除出来了，然后我可以按住键盘上面 Delete 去把它删掉。所以呢，你就可以使用这个方式把不需要的部分全部删除掉。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你可以看到在结尾的时候呢，也有一大段的空白的部分，我是需要把它删除的。有一个比较快捷的方式，就是我可以直接把滑鼠放到影片的末尾，这个时候呢，滑鼠的标志就变成了这样的标志，然后我可以往回拖。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呢，刚才这一段空白的区域呢也被我删除掉了，这也是一种方式。同样的道理，在开头的时候呢，也有一段空白的区域，我也是能够去用刚才的方式去把它删除掉的。首先呢，挪动我的时间轴去放到这边，然后呢，把我的滑鼠放到开头，这个时候滑鼠的标志就变了，往右移，一直挪到这边，你就可以看到开场那个空白的地方呢就被去除掉了。那使用这两种方式呢，你就可以快速的去把影片里面不需要的部分去除掉。在去除掉所有不需要的部分之后呢，我们就能够对影片进行一个深度的加工了。首先第一个操作呢，就是去加入 B 肉。那 B 肉呢，就是叠加在主画面上面的一些画面。比如说我有这样一个画面，我可以放到主画面上面。这个时候呢，画面的展示就变成了我刚才加入了这段素材。那我可以不需要这么多，我可以挪动它的尾部，对它进行裁切。比如说只展示这一段。那这边再跟大家说一下 Filmora 里面它的剪辑区呢是有不同的影片轨道的。像这个呢，就是在影片2轨道。高层轨道上面的内容呢，是会遮盖掉底层轨道下面的内容的。当我的画面播放到这段的时候呢，就不会展示我的主画面内容了，而是展示我的 B 肉画面内容。那这个轨道呢，你是可以无限添加的。比如说我再添加一个图片，那你可以看到这个图片呢，就会遮盖掉底下的影片内容。还有一种加入素材的方式呢，就是你可能不是要加入整段的素材，你只想加入其中一小段的素材。比如说我可以进行播放，我想要从这边开始去加入素材。那在这个时候呢，我就可以选这个标记录点，它的快捷键呢是 I。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它有一个这样的形式，我就可以拖动它。这个呢也叫做标记出点，你也可以按住这个标志，它的快捷键是 O。那就代表呢，我只去使用这中间的这一小段素材，我可以直接拖到。那刚才那个截取出来的素材呢，就放到这边了。这也是一种选取素材的方式。那对于这个素材呢，我们可以去做很多操作。在右边呢，你可以去进行调整，比如说把它变大，或者是变小，又或者呢去进行旋转。你看到我就旋转了，也可以呢去给它加入一个动画的效果。在这边呢有一个动画的效果。那除了影片呢，也可以加入图片，直接拖动它。这个长度代表它出现的时间。如果说你不想要那么长，你可以挪动它的尾部，去让它减少出现的时间。右边也是一样，可以把它变大，或者是变小。比如说我让它变小一些，也可以直接在画面上面去点击它，可以直接挪动。也可以呢去加入动画，选择动画选项，然后呢去加入一些动画。你可以先把你的滑鼠去放到上面，比如说可以选择这个水晶闪光，你就可以看到会有一个这样的效果。接着呢，我们来聊一下怎么在画面上面去加入文字。你可以选择这个标题，然后呢你可以选择新增文字，这边你可以调整文字出现的时间。右上角呢，你就可以去更改你想要的文字信息了。这边呢也可以调整你想要的字形，以及文字的大小，还有呢文字的颜色，或者是底下有一些预设的样式你可以选择。下面呢还有更多文字的参数你可以调整。文字呢也是能够加入动画的，你可以选择这个动画选项，比如说这个文字弹跳，还有这个旋转放大。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聊一下转场功能。那什么是转场呢？首先我给大家看一下，我这边有2个素材，它们在切换的时候呢，是一个非常直接的切换，没有任何的过渡。那如果说你想要让你的画面更加唯美一些，更加自然一些，你就可以加入转场功能，在它们切换的时候呢，有一个比较自然的唯美的过渡。那就可以选这个转场功能，
左边呢会有不同的类别，你可以选择，右边呢就会告诉你具体的转场效果是怎么样的。比如说我可以选这个溶解转场，我可以点击它去看一下效果，就是从一个画面慢慢的溶解到另外一个画面。如果说你想使用这个转场，你可以直接拖拽到这个两个画面之间。这个时候我们来看一下，你就可以看到呢有一个溶解转场的效果。那我会发现呢这个转场的速度是比较慢的，所以呢我可以调整它的转场速度。那怎么做呢？就是你可以把你的滑鼠放到它的其中一端，当你的滑鼠有一个这样的标志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往右拖。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转场的长度它变短了，就代表它的时长是更短的。这个时候我们再来看一下效果，你就可以看到刚才那个转场的速度呢就是快很多了。那你也可以尝试其他的效果，比如说这个快速变焦，然后呢我调整它的速度让它更快一些。先来看一下效果，你就可以看到有一个快速变焦的转场了。接下来呢再看一下效果选项，效果选项呢就是它会直接运用到你的画面上面来带来一个动态的效果。比如说可以选这个光束流，然后直接放到这上面。那现在可以看到呢我的画面的周围呢就会有一个光束流了。又或者我想让我的画面上面呢有一个圆圈倒计时器的效果，Filmora里面呢是能够直接找到的，我可以拖入到我的画面上面。现在你可以看到它就出现在我画面上面了，然后呢可以选择缩放，以及呢挪动它的位置，在我的画面上面呢就有一个倒计时的效果了，非常好用。使用 Filmora 的好处呢就是它已经提前做好了很多种不同的效果、动画等等，你要做的就是找到它，然后加入到你的画面里面就可以了，非常的方便，非常适合于新手去把你的画面做得更加丰富。接下来再讲滤镜，那滤镜呢就是直接运用到你的画面上面，让你画面有一个不一样的色彩。那比如说我想让我的画面更加有电影感，我可以选择电影类别，比如说可以选这个史诗电影滤镜。那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呢它就加入到我的画面里面了。在右边呢我可以调整它的不透明度，去减少它的强度，这样呢就能够达到一个快速调色的效果。或者呢我可以选择人像类别的滤镜，在这边选择清爽。那你可以看到我现在的画面呢就有这样一层滤镜。那右边我可以调整不透明度，去减少它的强度，就快速达到调整画面颜色色调的效果。那接下来呢就是贴图了，这里面呢也会找到一些已经做好的动画的图像。比如说我们经常会想要在我们的影片里面去加入订阅按钮，那这边呢你就可以看到有很多订阅类的按钮。比如说我可以选这个，它已经提前做好了，直接加入到画面里面就可以了。那这个呢它稍微有点大，我可以调整它的缩放，然后呢去挪动它的位置，比如说放到这边。这时候来看效果，那现在你可以看到呢就有一个订阅动画按钮了。左边呢也会有不同的分类，比如说有一个点赞的动画，像是这样子的，也可以拖入到画面上面。有点大，把它调小一些，然后挪动它的位置。那这样你可以看到呢就有一个动画的点赞的效果了。还有一个呢就是模板，就是能够让你直接把你的影片素材呢套入到这些模板里面，快速的做出影片，大家也是能够去参考一下的。在左边呢也会有不同的类别，比如说你想做一个小电影，或者是你想做片尾画面，做你的影片的片头，做 vlog， 这些呢都是有的。那接下来呢就是很多人想要在影片里面去加入音乐， Filmora 里面是有音讯选项的，并且呢它也是会有音乐库。但是我要特别告诉大家，如果说你做出来的影片是要上传到 YouTube 平台上面的，一定要非常谨慎小心的使用 Filmora 里面的音乐，因为我看到很多的创作者使用里面的音乐收到了版权的警告。所以如果你的影片要上传到 YouTube 平台上面，我会建议你使用专门的音乐平台。那我自己使用的是 Artlist， 这个平台上面的音乐呢都是能够让你安全的使用到你的 YouTube 影片里面的。我会把 Artlist 链接也放到影片的下方，透过这个链接还会额外赠送给你2个月的试用期。那这边我就上传了一段从 Artlist 平台上面下载的音乐，我可以直接把它拖入下来。那右边呢我们可以做出一些音频的调整，比如说调整它的音量，或者是呢有一个淡录出现音乐的效果。淡录出现呢就是
音乐它会缓缓的进入到它的正常音量，淡出消失呢，就是音量会慢慢的变为0。那如果说你只是想简单的为你的画面调色的话呢，你可以选择这个素材，然后找到颜色选项，在这边呢，你可以单独调节画面色彩的参数，比如说色温、色调、饱和度、曝光度、亮度、对比度，这些呢你都是能够去单独的修改的，这也是一种调整画面颜色的方法。那在你剪辑完成之后呢，就可以选择右上角的导出了，你可以选择保存在哪个地方，格式呢按照这个默认的设置呢就可以了。接着就可以选择导出，但是大家要注意，如果说你是使用免费版本的 Filmora， 那你的影片呢是会带有浮水印的，所以呢，为了去除掉这个浮水印，你是需要去购买这个软体的。那 Filmora 的价格呢，其实是非常实惠的，像是基本款的话呢，它就是$5.83一个月，你就可以开始使用它了。而先进版计划呢，它是$6.67一个月的。比较大的区别呢，就是先进版是能够用到它的 AI 功能的。总的来说呢，我会认为 Filmora 是非常适合于新手，并且价格也是非常实惠的一款软体，推荐大家去使用一下。剪辑完影片之后，下一步就是上传你的影片到 YouTube 上面。但是上传这个动作其实藏着很多人不知道的细节，设定没有做对，你的影片演算法根本就被推。我有支影片专门是拆解了上传影片的完整流程，从设定到发布的每个步骤，告诉你会怎么做。我希望你接着能够去看这支影片，对你非常重要。